大家好，这堂课我们来学习断层的分类。地壳中发育各种类型的断层，我们可以通过断层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对其进行分类。分类的方法有很多种，我们这里介绍其中最为常见的3种。这3种分类其实是基于断层的几何学和运动学2大特征来进行的。首先来看断层的几何学分类，也就是通过断层的几何形态特征来对其进行分类。第一种是根据断层走向与所在岩层走向的空间关系，我们将断层分为4类，如图所示。这4种断层分别是：一、走向断层，断层的走向与岩层走向一致。图 A 展示的就是走向断层的样式。2、倾向断层，断层走向与岩层倾向一致的断层，如图 B 所示。这种断层的走向与地层走向相垂直。3、斜向断层，断层走向与岩层走向斜向相交的断层，图 C 展示的就是斜向断层的样式。4、顺承断层，如图 D 所示，这是断层面与岩层层面基本一致的断层。我们可以看出，顺承断层走向与地层走向也是一致的，因而它是走向断层的一种特殊类型。顺承断层又称滑脱断层，一般在泥页岩、岩岩、煤层这些相对软弱、滑脱性质良好的地层中发育。第2种断层的几何学分类是针对褶皱地区发育的断层而言，根据断层走向与褶皱轴向的关系，将断层分为3类，如图所示。这3种分别是：纵断层，断层走向与褶皱轴向基本一致的断层；横断层，断层走向与褶皱轴向近于直交的断层；斜断层，断层走向与褶皱轴向斜交的断层。第3种断层分类方法是根据断层的运动学，也就是根据断层在活动过程中的运动特征来进行分类。这个运动特征指的是断层两盘的相对位移关系。断层两盘沿断层面发生相对滑动的形式多样，但存在2个端源类型：倾滑断层和走滑断层。所谓倾滑断层，就是地层只沿断层面的倾向进行滑动，而走滑断层就是地层只沿的断层面的走向进行滑动。地层沿断层面倾向进行滑动的方式有2种。第一种，在断层活动过程中，断层上盘相对下降，下盘相对上升，这种断层称为正断层。正断层由英文 normal fault 直译过来，表面意思是正常的断层。如何理解这个正常？大家可以把断层面想象成一个滑梯或者光滑的斜坡。当人或物体在光滑的斜坡上面，也就是位于断层的上盘位置，受重力作用，物体会沿斜坡向下滑动。断层上盘受重力沿断层面向下滑动，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正常现象，因此把这种断层称为正断层。与之对应，第2种断层类型，断层活动过程中，断层的上盘相对上升，下盘相对下降，我们把它称为逆断层。还是可以把断层面想象成一个斜坡，要使得断层上盘，也就是斜坡上的物体向上运动，我们就需要对其施加一个外力去推它，使其逆重力而运动。这种断层上盘逆重力向上运动的断层就称为逆断层。正断层和逆断层是断层沿断层面倾向滑动，也就是倾滑断层的2种分类。另外一大类断层，断层活动过程中，
断层两排沿断层面走向发生滑动，这种断层称为走滑断层。由于这个滑动是沿水平方向进行移动的，所以走滑断层也被称为平移断层。正断层、异断层和走滑断层构成了断层的3种端源模型。自然界中的断层运动方式一般会更为复杂，很少有断层是完全沿着断层面的走向或者倾向进行滑动，而往往是沿断层面斜向进行滑动。这时候，断层既有倾向滑动的分量，也有走向滑动的分量。我们把这类断层叫做斜滑断层。严格来说，自然界中基本所有的断层都属于斜滑断层，但我们在研究断层时，往往会做一定的简化处理。当一个断层倾向或者走向的活动占主导，我们一般称其为正断层、异断层或走滑断层。这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